大家好，我们是手作森林，我是 Niki， 我是 Rosa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开箱一个桌上型的手压台哦 ，Cherry Label 的迷你手压台哦。它这个光是盒子就很有质感。对啊，光是看到这个，我可能会有点心动。对，我也是。我们先打开来看一下，它里面帮你包的好好的。一样呢，它就是会有这个说明书，还有一个简易的使用说明。不过呢，它这个因为是进口的，所以它只有做这个日文的版本。哦，它没有中文。对，它是没有中文说明书的。但是其实另外一支手压琴好像也是。它在里面呢，就是有介绍它这个品牌的一些由来哦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它简单的目录。他就跟你说，好不容易车好的衣服，我不想要在打扣子的时候又失败了。它的简介是这样说，所以呢，它特别呢这一台就是设计的让你不容易打坏。那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它的机身，然后它这个简单的说明书里面其实有它的使用方法，还有一些注意事项。然后它里面还有 QR code， 你其实可以扫进去看一下它的教学影片。它里面呢就是一个机身，黑色的机身是金属的，对，它是金属的哦，没错，是而且它会掉色的，它是一个就是雾黑金属烤琴，这样敲。对啊，它不是塑胶它是金属，然后是黑色雾面的。你看我这样摸，我这样弄，它就很像那个铁，就是它也不会有指纹。然后这边还有刻了一个它的 Cherry Label 的一个符号在这里。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，它还有送2包扣子。那这个扣子呢，里面还有附一个9mm的这个底座。那它本身机子上面会附一个13mm的底座，这个13mm的底座。然后你看它其实有很多种，对，它其实有很多种，只是你就是要另外买。那它主要里面有附的呢，就是一个13mm跟一个9mm的这个粉红色的底座，然后它还附了这2包扣子给你，一个呢就是9mm的扣子，然后总共有5组，然后还有这个13mm的扣子跟总共有也是5组。那它其中这个比较颜色比较深的这一个啊，它其实是一个金属的扣面哦，这个等一下再跟大家介绍，它是金属扣面，然后还有附一组这样给你，然后所以它的机子呢，就是总共这3种东西。他那本介绍的书里面有特别讲，他说就是要把扣子从手缝这件事情改成手打扣。对啊，其实现在我们在做衣服有很多也是，你如果家里面没有那种开扣洞的机器了，像我家里是直线车，我就没有那个可以开扣眼的那个的功能嘛，我可能就会想要使用这种。但是我以前一直没有不想买，是因为它就是做出来很塑胶感，但是我发现这台有类似金属感的感觉，我就觉得对，它就是有出它专属的金属扣面的扣子哦。那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设计哦，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的把手是这样子压的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有另外一台它是往前压的，那它就很容易就是倒掉。对，因为你的施力点会变成这样子的时候，它可能会翻。但是因为它这一台的设计呢是这种造型，其实这比较直觉。你是从这里压，你看我这样狂压，我真的很大力，对，我真的很大力，它完全不动如山的。而且它这个地方啊，这里跟这里，它这一个空间呢，就是把你设计的比较大。那差别在哪边呢？就是第一，你的布料可以放的稍微比较厚一点，虽然它的每一个扣子用适合的布料厚度，它还是有一定的规定的，你太厚它其实也夹不住嘛。但是就是至少你不会不好放进去，这里的空间会比较大。那这里宽度也比较宽的时候呢，有时候像我们扣子不会在很边边，你想要做比较里面的时候，它这里呢扣子的空间呢会比较大一点。那一般家里没有开扣眼功能的，你可能可以用这个来替代像我们这种手缝的扣子。再来就是做围兜啊，它需要打一个扣子把它扣起来嘛，或者是做一些小袋子啊、零钱包的时候是用这种扣子，而且它现在扣子颜色出的非常多，超级多的，它有出就是金属扣面嘛，所以你不用去那种古早的，那算什么扣子行嘛，有一些很古早店扣子行，大家有没有去过？就是那种扣子用纸盒装，然后外面会有它的扣眼，有没有？不是因为有时候就是你一次，像现在扣子很贵，有可能一颗好几十块，对，一颗可能要5块，然后你就要整排，就觉得真的特别要找，然后还要搭那个衣服，就觉得用这个好像蛮方便。因为像 Niki 有些衣服，它就直接打这个扣子对啊，
就是这样一排。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，因为我的衣服都是直接就是有直接烘干，然后发现他好像说他完全是可以烘，然后也不会就是对衣服是好的，对衣服是好的。这个呢，就是它原厂出的扣子哦，总共有2种。这个盒子真的超级美。一种呢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一般的塑胶的扣子，那这一盒呢，里面就是它的金属扣面的扣子哦，它上面是有它的编号的，然后还有它的 MM 数，所以啊，这张纸你就是照着放，你要补充的时候啊，你就可以直接看这个号码。那这个一样，这里是有色号的，你就可以直接看这个号码。然后来去购买，对，像我是那种颜色收集控，我就会觉得我好想买一盒。这个扣子是雾面的哎。对啊，就真的很有质感。近几年就是非常流行这种莫兰迪色系，然后是雾面扣子。以前那些扣子为什么我会觉得看起来好像很廉价，就是因为它就是那种亮亮的那种塑胶感嘛。那这个雾面的啊，其实你就会有一种它是磨砂的那种材质，就不会觉得它好像就是纯塑胶亚克力。对，因为比较不适合大人啊。而且它有银色哎，对，它有就是假银假金，对，很美。但是它的银跟金我觉得做的还不错哎，它的银跟金很漂亮哎，好美的哦。对啊，很像那 Pentel 出的那个笔，Pentel 都出来了。有啊，它的颜色真的很美，它的我觉得大概所有的衣服都用这一盒搭是应该是没有问题。对你刚刚说的米跟白，我们来给它看一下。对，你看它这个就是很微妙的差异，很好看。对，但是它就是有差，就是对，这个是白的，然后这个是米深橙色，好好看哦。它这一整盒的话，全部都是13mm 的 size。那另外一个这个就是金属风格的呢，它就有不同的尺寸哦。它有13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它有13，然后15，然后还有10哦。那你不要想说，我买这一盒要怎么办？来，它的底座附在这里。对，就是你真的不知道怎么买，就是买一盒这个，它就是很多都可以。对，它就是把10跟15的底座都附给你，因为它金属的扣面的话，扣子会比较大，譬如可能像裤子啊，你就会想要用比较大的扣子嘛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所谓的金属扣面，我现在拿的是13mm的金属扣面，你看它就是这种金属光泽，然后它其实底子啊还是塑胶的哦，它只是说它表面这一层是真的金属镀在上面。像那个清源它有出这种金属感的，但是它的金属它的塑胶感就是塑胶，对，它的15是有图案的，然后有2种，我觉得很适合做那个裤子的那个裤头，或者是现在大家都会做那种给小朋友或者什么姓名的那种条啊，装在包包上的，就可以用这种上面有刻字有没有？然后它另外一种是还有一个轮在这，有没有？哦，对，它是这2种，它的金属造型是这2种的。它就是有银色、古铜色、红铜色、金色、玫瑰金，然后我觉得这个玫瑰金也是好美哦，做的很美。对，其实完全不会觉得它是这种好钉的，因为一般的那个扣子啊，就长这样的扣子，就真的金属的扣子，你要特别去买工具，然后为了那一颗，我之前就是会买一堆工具啊，为了那一颗，然后下次要换一个工具又要换。可是金属这种扣子不是你要去那种刚刚说那种纽扣店，然后那种很大台的，没有，我要对，但是通常他会卖，就是卖那个底座，就是很复杂，就是打扣子，对，真的就是要去很不方便给人家打。那你如果用这个的话，其实就可以在家做出金属质感。然后它还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是啊，如果你买它这个原本的盒子的话，你不要再另外再换盒子了，因为它有对照它的颜色之外，它上面还有这个凹槽，所以它这个是可以扣在一起的，它不会对，那你知道这个东西掉到地上会悲剧，它是不会滑掉的，就是你再也装不回去，会扣在一起，然后不会滑出来。这个盒子实在太想拥有了。那它除了这个另外卖的扣子之外，它还最特别是还有卖一组拆卸的工具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很对。因为你知道常常就是坏掉，然后我们就是拿那个钳子，各种钳子，然后一弄，然后连布都烂掉。对，就是你如果打坏掉啊，你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是有卖一个这样子的破坏工具。那它是否全部的 size 吗？对，对，就是可以否全部的 size。那它这个呢，一样呢，你必须装在这一台主机上面，它是上面跟下面换掉之后呢，它就可以做一个
破坏扣子的动作。如果原本是用那个白色那台机器，然后你要用这个是不行。对，它是不行，因为它就是专门，因为这问题一定会有人问。它是专门就是只有给这一台它的自己品牌的这个 Cherry Label 可以使用而已。这是我们的4盒扣，就是刚才那一组的，会是一个尖头，就是这2个是长一样，然后配一个，这个是母扣，这是公扣，就是这样两个会各配一个。这个比较凹的就会叫它母扣，对，它会是一组才有办法钉得上去。钉的时候大家记得要先准备一个锥子，然后还要在你要钉的地方先做一个记号，对，会比较精准这样。然后我们就是先把它穿过去，就这样直接戳过去，然后不要太小洞，不然你它很难用。这样，然后一边是装刚才那里，我先用公扣好了，就这样放着。然后底下是平面嘛，所以它就对平面，这样记就不会忘记。然后放上去，它会有一个移动不了的卡住的感觉，因为那个底座是凹槽状的。然后啊，他有说你要把它压到底哦，来加油，压到底。对，就是要有这个声音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就真的要出一点力气，如果是女生还是要用力一下。然后你看它正中间，它就非常完美的凹，好漂亮哦。对，就很精准，有没有？然后背面很精准，不会就你知道有的它这边会有一个凹陷，就是被压到整个坏掉。真的。对，然后我现在扣子做得很好。对，我现在要做第2个。哇，可以啦，就大概出来，然后这是母扣，就这样装上去就好，就一样。就是记得底下一定要是对准的哦，然后确定它 OK 以后，大力，对，大力。这真的是需要一点力气，我刚刚有试过。对，如果你一天要压10个扣子，就是要先吃完早餐，对，然后另外一边就这样。那你看它正中间，如果你真的打失败的话，中间会是歪的。看哦，我现在扣起来有个声音，就代表它确定扣起来。但是如果它没有这个声音，就代表它实施可能歪歪的这样。对，重点是啊，它这个扣子啊是无毒的哦。哦，真的就是可以吃就对了。不是。哦，就是对小孩其实身体接触都是 OK 的，对，就是无毒的，然后是 baby 很没有塑化剂，没错，对。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它的破坏工具哦。这个的话是搭它公扣用的，对，这个是母扣用的。等一下再给大家看怎么装，然后这个是装在上面。那我们现在先把原本的拆掉。它这个很特别，它其实没有卡住，但是它不会掉下来，就是好像吸住，对对，很难形容哎，好疗愈哦。然后底下它也是没有卡住，那就先用那个是公扣的，然后就这样把这个底座放上去。因为它的形状是相同，所以它其实是可以刚好卡住的。对，你就来移动看看，它就是会卡住。然后呢，怎么样？对的，然后就一样，像刚刚一样哦。等一下，我要站起来，用力，你就会听到一个声音哦。对，就是这个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嘣一声可以练背力耶。你看，然后它中间它就会帮你破坏成，然后这是刚刚的表面哦，你看它就会是一个洞，然后它就会这样。然后这个在这里，对，然后你把它拿起来，它的。超厉害，而且你看就只有一个洞而已，你根本不用经过旁边的破坏。对，所以你如果打坏了那颗扣，你要在同一个洞再打同一个扣子是可以的哦，是没问题，就对准这个洞就好了。那我们现在来把另外一个也拆掉，都这样子了。我今天的力气就用在这了，没办法了。我刚刚其实有试用过，真的需要很大力，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打不下去，就是用力给它压，而且它刚压那么大力，这台也没有晃动。对，也没有裂开。对，也没有晃动，它就是。好，这个哦。好来。用你吃奶的力气，哎，这个真的是蛮奇特。你看，马上掉下来，怎么掉下来了？对，它真的要蛮大力的。然后这个就这样子，然后你看这个形状，你就知道它多精准。来，你来拿近一点，我看。然后这个就这样，真的，它中间就我后来发现这个是不是可以再重复使用？可是你就是少了这个扣面，因为其实也没办法，因为它通常购买会是一组就合不起来，所以大家就是不要省了，好不好？对，不要省。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实际操作跟实测之后的结果。其实它非常的好用，我觉得很好用，但是啊，真的是需要一个蛮大的力气耶。我们是口袋要很深，我口袋也是因为它等于说要买这个，你一定会是搭配，一定要买扣子，因为它的扣子也是另外卖的，然后这个破坏工具呢也是另外卖的。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可以考虑啦，不一定要买。对，你也是可以用，就是我们刚刚说，你可能用其他的钳子啊，或什么把扣子直接破坏掉，但是这扣子有点硬其实。你
说真的要把它夹坏，我觉得也是蛮辛苦的。那大家就是依照自己的需求来做选购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喽。那如果说大家有想要看我们在开箱别的东西，对什么其他的工具啊，或者什么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。那这个手压台的购买链接呢，我们会放在底下的资讯栏哦。好的，那我们就下周见了，拜拜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支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并开启小铃铛。我是 Rosa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喽。